好，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现在是被川普的关税逼到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吗？还有他说要把加拿大并为第51州哦，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这几天召集的访问中国大陆的主席习近平，中加破冰是否能够救加拿大的经济呢？还是让加拿大更加危险？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跟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展开了这一场会谈。这场会谈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是他任内首次的访华，也是8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的访华，尤其大家还记得吗？2018年之后，中加关系陷入到跌落谷底哦，因为加拿大当时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10任的华为副董，也就是孟晚舟，两国关系就已经跌落到谷底。所以这一次与习近平的见面被视为是中加的破冰之旅，是不是特别的重要？杨老师怎么看？有办法破冰吗？正在破冰中，但我觉得3点是：第一点，是否加拿大真的开始走向现实主义的战略自主？这次访问是一个关键。他过去这个8年，你看到，尤其是2018年针对孟晚舟的这个软禁，他亦步亦趋的跟着美国的对中政策，而且有的时候比美国喊的还更大声，骂得更凶。甚至也经常的派战舰到台湾海峡来，可是发现到他被背叛了，他觉得最亲密的就是战略伙伴、邻国关系的美国川普给背叛了，然后遭受到压力，甚至一种屈辱式不断的叫这些从杜鲁多到卡尼叫加拿大省长，所以他开始要走向现实主义的战略自主，能不能成功？第二个。它的经贸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的出口70%是到美国去，投资也是对美国投资 No.1 的国家，其实一直都是加拿大，只是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都开玩笑，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州。但是 No.2 呢，它的出口的对象 No.2 就是中国大陆，但只有5%。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展开。那卡尼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希望2026年的时候，对于非美国家的出口总额能够提升50%。那当然你就能够看看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能不能够去补过来增加，因为同时美加之间在很多的议题上还是在卡在那边，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可是第3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加拿大这段关系就要看变成是。到底加拿大是过去最亲密的美国的这个盟邦，现在因为被美国的这种压制，他寻求就是美国过去以及到现在的竞争对手的修复关系。这个其实我看了美国的 CNN 里面的报道，所有评论人就骂加拿大你是背叛。其实我不知道谁先背叛谁加拿大人感受应该是最深刻的。对。但是从中国大陆角度而言的话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贸易、用金融，然后呢去拉拢一个就是你自己曾经的最亲密的伙伴，跟我增加关系，这个在地缘政治上，在国际政治上是有很大的意涵的。那所以就要看他这次的访问的成果，以及后续短期内中加关系的变化是不是能够持续加温。好，就在中加关系在持续希望能够破冰之下，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又再次的批评有关于加拿大的事情，他说。特别批评的是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这个贸易协定，就是美墨加的这个协定。他说，当初确实是他签的，但他认为现在这项协定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今年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逼企业撤出海外，生产线全部回到美国来做美国生产。那当然，卡尼听到就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呢，其实这个加拿大的经济还是高度依赖美国的，不管是在钢铝或者汽车产业上，都因为川普的关税战而受到影响。这一回他跟中国大陆示好，能够挽救加拿大在这方面针对美国的损失吗？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加拿大确实是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造成在经济上很大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产业是汽车产业。我们知道加拿大那时候因为跟美国签有所谓北美贸易协议嘛，所以美国很多的汽车大厂都跑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在那边设厂。那总共就业的人数有将近30万人在从事汽车生产。那美国哪些公司去呢？包括美国常见的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还有这个丰田、本田都到那边去设厂。
那现在来讲，美国突然要对加拿大苛征汽车的关税，然后要让所有的这种产业回归到美国。那第一个受伤的就是加拿大这些汽车产业嘛，那他们很多确实是很多的这种汽车产业已经慢慢移回到美国本土，造成安大略省很多这个工人、汽车工人的失业，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美国对加拿大也这个他们这个石油啦哈，这加拿大有产石油哈，这个还有它的木材啊哈，这些乳酪品啊这些原料也苛征关税。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加拿大可以说，除了在这个被羞辱之外，那实质上面在经济上面也受到川普很多的这种霸凌。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卡尼就看到一个国家哈，那个国家叫做澳洲哈，艾班尼斯。你看，同样白大家都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为什么人家澳洲可以去中国卖红酒、卖龙虾哈？那我当然，我也虽然说是五眼联盟，那我为什么不为自己国民找这个经济上的出路？那比如说，他因为之前。这个中美两国陷入冰点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对加拿大是我们讲说油菜籽油哈，这个限制它的进口哈，提升关税提升到100%。那加拿大对中国来讲是电动汽车也限制100%的进口，双方可以说是贸易陷为冰点。但是你要知道，油菜籽油哈，这个加拿大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是第1名。第2名是哪个国家？是中国哈，中国也有产油菜籽油，可是中国有14亿人在吃这个油菜籽油，加拿大只有4000万人，那你想想看，这个差距一下就很大，所以加拿大希望它的油菜籽油可以顺利的卖到中国去，替它的农民找一条出路，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中国希望说我的电动车可以卖到你加拿大，尤其是未来电动车是汽车的行业，当你现在如果说你的汽车产业很多工人失业，很多产业被逼迫回到美国，那加拿大会思考自己我会不会利用这就引进中国的技术，跟中国合作投资，在我加拿大设置电动车的车厂，替我自己国家这个经济上面找一条生路。所以我觉得这把来讲的话，对这个肯尼来讲，确实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做法，不然的话。他除了被羞辱之外，也确实在经济上面被美国卡到脖子。那如果说不想办法跟中国走在一起，他可能国家以后这个被美国所限制、所死。好，被美国卡住脖子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哦，这一回跑到了中国大陆去，希望能够恢复在经济上面的一些活力。那另外一方面，同样的是，卡尼也很担心自己在安全上面的危机哦。尤其加拿大的人民现在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美国是非常非常没有信任感的。来看到的是，在美国近期针对委内瑞拉军事干预之后，1/3加拿大的人都认为说，美国可能也会对加拿大直接采取行动。超过一半的加拿大受访者说呢，川普对于委内瑞拉的行为等于是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有没有可能透过军事行动威胁加拿大？张将军怎么看？那美国对加拿大，我认为它的优势是会排在格陵兰后面，先解决格陵兰问题。现在美国川普总统上任到这个礼拜刚好满1年，对，那还剩3年任期。3年任期，我认为要去解决。他要去并吞格陵兰这个问题，可能要花1到2年，那可能时间就不够了，因为他去这个战略目标是要对加拿大来着手，那是你要把这个优势看到后面，它是有相当的困难度。但是我们也来看呢，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呢，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哦，存在着哪些问题？第一个，我认为那个军事上的依赖，你自己看了加拿大的军舰也好，加拿大的战机都是美国的。你军事都是依赖美国吗？你怎么可以独立？加拿大人口够不够多？够多啊，4100万人啊，也算是够多啊。加拿大的领土面积比美国还大，美国是983万平方公里啊，加拿大990万呢，那比它还大15万，将近15万平公里，总共998万呢，将近1000万平公里。加拿大只是它都在冰天雪地，在北极圈，所以感觉到好像加拿大它的可用的面积是会比较小，大部分都在北极圈里面了。是这样，所以我倒认为在这一方面，加拿大过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你让美国就比驾轻就熟，可以并吞加拿大。你要独立啊，军事上的独立不要去依赖。第二个，我们看到经济上，加拿大一直对美国贸易出超，享受大量的顺差，大概1年将近这个，我们知道双方的这种贸易1年是1兆美元啊，那将近顺差你想想看有多少？
每一个月大概都将近有这个300亿到500亿不等啦，看那个旺季还有淡季了，这是关系。所以经济也相当依赖。那你在地缘上面呢？刚好加拿大的西边是阿拉斯加，美国的；南边全部是美国。你现在并吞到格陵兰，东边格陵兰也是将来是美国的话，你不是被一个 U 字形包围了？那北边加拿大北边，当然是北冰洋啊。所以来这样看的，这个地缘战争上它是被美国包围在这里面，所以地缘上对加拿大是来不利的。但是我认为美国对加拿大它不会硬吞，它是要来以和平的手段，软手段，但是软手段花的时间长，时间多，硬的话可以快速拿下。我认为它的软手段，但是问题是时间问题，川普的油量任期已经会不够了，所以加拿大我个人认为，因为人走茶凉啦，不见得下任总统会买单啦。对，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